我的男朋友来自巴基斯坦，我们在一起没有多久就开始了异地恋。这段期间我们出现了很多矛盾，最后为了维护这段感情，我来到他身边。但是在一起之后，我们还是有很多矛盾。我不知道我们是因为年龄问题还是异国问题，我们总是在吵架。我的父母也催着我结婚，可是我却看不到我们两人的未来，所以我真的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明轩，22岁，来自巴基斯坦，是一名外教；女嘉宾小林，28岁，来自山东个体。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你好，来中国几年了？4年。学汉语多少年？我学中文差不多1年了。怎么认识的？就是去年8月份嘛，然后在北京的地铁站，当时呢他是没有零钱，坐地铁，然后他就到处找人，因为他当时中文还不是特别好到处找不着人嘛，然后我就碰见他了，我说你有什么需要吗？然后他说他想换零钱坐地铁，我说那就微信吧。什么叫微信？就微信转账。他给你转钱，你给他现金。对对对。后来呢？这样认识了嘛，然后就在微信上这样聊天，然后他当时就是说为了要感谢我嘛，他在北京叫我出去吃了几次饭，然后我们就这样慢慢就熟了。后来怎么就变成男女朋友了呢？他9月份不是开学嘛，开学他就回到山东上学了。9月中旬我过生日，因为我老家山东的嘛，我在北京自己一个人打拼，然后也是挺孤单的。我就说，过生日了又得一个人过了。然后他看到我发这个朋友圈，然后就从泰安过来陪我过生日，然后很感动。10月份的时候呢，他11放假嘛，然后我正好回家，他说，那咱们就一块出来玩吧。然后那时候他就对我表白了。怎么了？今天为什么而来啊？今天来就是因为他在山东，我在北京，我们就是异地恋，然后就中间出现了好多矛盾嘛。什么矛盾？因为我跟朋友合伙在北京开店嘛，就是很忙，有的时候真的忙起来，回家就想倒头就睡，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没大有空搭理他。正好那阵儿时间店里生意不是特别好嘛，然后我心情也比较低落，然后我就想给男朋友诉诉苦嘛，让他安慰我一下。我给他打电话，那天给他打电话打好几次他都挂了，很晚了他再给我回电话。我说你怎么那么晚才给我回电话？你干什么呢？他又支支吾吾了，编了好几个理由。我说行了，我说你别骗我了，你到底干嘛呢？赶紧跟我说实话。他说他当时在打游戏，所以我就很生气。因为我好多次给他打电话，他没接我就故意的。我听他说这段话的时候就特别想乐，你知道吧？看他做这个事儿就跟一小朋友一样，是吧？对，就是人家也生气，人家报复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他做的很幼稚嘛，然后我就1个星期都没有理他。没有理他之后，他就主动打电话来给我认错，然后他说：“那你也不许以后因为工作忙而忽略我。”然后我们就这个事情就是达成一个协商了嘛，就以后不管是工作再忙也好，再怎么也好，就是每天然后抽出几分钟来给对方汇报一下。行，这不挺好吗？如果事情真这么简单就好了。哎呀，然后正好那段时间我不是心情特别不好啊，然后我就说那你过来陪陪我嘛。然后他总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他说忙啊怎么样的。然后当天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是他跟他一些朋友出去玩的一些照片。然后我说你有空跟朋友出去玩，你为什么没有时间过来陪我呀？你指的过来陪你是你也到泰安他读书的地方，在同一个城市。不是啊，我工作我走不开呀。他放假，你有时间跟朋友在一块玩，你怎么没有时间过来陪一下我呀？因为你知道我住在山东泰安，他住在北京工作，我学医学的特别忙，学习压力已经大，我就一个周末有一个放假，他就给我说了我应该来陪他。你知道从泰安来到北京需要差不多6个8个小时啊。哪需要那么长时间？坐高铁？就是差不多需要回来的。来回。对，来回的我就说。但是最可气的就是他老是发一些跟其他女生的亲密合影啊。
他是我的普通的朋友，他是我的同学。OK。还有呢，他也有男朋友，没有别的意思。那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发我们2个人的照片呢？我们还没拍了好看的照片，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啊。就刚才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拍到最好看的照片，所以我没有发。我们的见面的时间也还太小了。行吧，外国朋友已经回答你了，咱就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直说吧。你觉得他是跟那些女同学暧昧，还是像他解释的那样，其实就是普通朋友？我哪知道呀，我因为我也看不到他。我的天哪，真是。女生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异地的问题嘛，就是很欠缺那种安全感。对，那你们他为什么他发跟别的女生照片，他从来都不发我的照片？这样的话，大家就会以为他没有女朋友。因为没有拍到一个特别好看的嘛。不是给了答案了？那还是他过来陪我的时间少呢。对对对，那你们就结束异地呗。对呀，就是因为这样的话，你过年的时候我就回家，我给家里人说了，我说我交了个男朋友，他是山东的，正好我父母说年纪大了嘛，然后也需要我回来照顾啊，然后我就为了他，然后你跟你父母说我男朋友是山东的。哎呀，姑娘，你这个就这么蒙父母是吧？行，往下听啊。然后呢？然后我父母说你年也不小了，就是如果说这个男的不错的话，就是真的应该是。你没说这是我们。一开始没有敢告诉父母啊，没敢告诉啊。然后呢啊？后来就是我父母说你年纪不小了嘛，说觉得这个男孩子行的话，那你就好好跟人家相处嘛。那你在北京父母也不放心，那你就回来吧。为了他，为了父母嘛，然后就过完年之后就把北京那个就是生意都你在北京做什么生意？然后我就回到山东来了。在北京做什么生意？文玩珠宝。行，反正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么发达，在哪儿开都一样。对，然后我就为了他就是回来了嘛。回来之后，我们就结束这种异地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相互猜疑的状态嘛。回来之后还是矛盾不断。我虽然是北方人，但是我很喜欢吃辣。每次我吃饭的时候我都点辣，但是他肠胃不好，他就希望我不要点辣，我迁就他一些。不是，那这不是个问题啊！你吃麻婆豆腐，他吃清炖豆腐，不就完了吗？对啊，后来中国8大菜系呢，你较什么劲呢？你欺负外国朋友。那实在不行的话，那大家就分开点嘛，各点各的。对呀，这不就行了吗？啊，那各点各的，那你问问他怎么说呀？这样的我觉得会浪费。你们出去吃饭点几个菜啊？没有节约是个好习惯啊！你们吃饭点几个菜？这个问题，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好吧，这不是个问题，哇！因为我们回来相处一段时间嘛，然后我朋友也都知道说我谈了个男朋友，然后我闺蜜就说改天一块出来吃个饭，我们帮你看看参谋参谋呗。对啊！然后那天我们就去了一个西餐厅，因为迁就他不是不能吃辣嘛。吃完饭的时候，那个服务员结账嘛，结账就把账单给他了。因为我考虑那顿饭的确也不便宜，他也是一个学生，我怕他没有那个经济能力拿不出这钱来，到时候不就很尴尬嘛。然后我就主动抢着把单给买了。其实这买完单之后，他不高兴了，找过来就是找我吵架了。付钱的时候他自己付钱，但是这样我不喜欢，因为我是男的，我应该付钱。还有呢，她的闺蜜也在一起，他们会觉得怎么样？我怎么样的人呢？所以我给他生气了。那我替你考虑，我还错了。人家也是要面子的人。对呀，你别认为一沾外国人都 AA 制，也有要面的，懂吗？对呀，那你说你要面子的话，那你为什么当时在餐桌上都不照顾我朋友，都不顾及我的面子呀？你都没有给他们那个端茶倒水的。不是吃西餐怎么端茶倒水呢？不是啊，你倒个水总行吧？是不是？哎呀，她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我也不知道怎么。初恋啊？对，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和他们在一起呢。如果我给他太亲密，他就可能给我生气了。还有呢，我不给他们太亲密，他就会觉得我不礼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呢。好吧，不说了吧。你们俩现在怎么着？父母现在见过他没有啊？我特关心这个。父母没有见过。知道他是哪儿人吗？还是山东小伙？知道。然后后来因为要讨论结婚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给父母说了这个情况。父母一听就说不同意，就说连见都不要见，就是强烈反对。那我分别来问啊，你大学毕业以后打算怎么规划你自己？去哪儿工作？毕业了以后，我也可以去我的国家。如果他想我应该留在中国，那中国也可以啊。
因为当时的话，我们两个讨论过，然后我说我不可能跟着你去国外，然后他说那我可以留在国内，然后说咱们毕了业结婚，因为他跟他父母说过，他父母说同意出一部分钱，然后让他在中国买房子，但是他是那种个性比较要强的嘛，然后比较独立的，他说他想自己打拼，自己挣钱买房子啊，这你能接受吗？我欣赏他这种独立的个性，但是。我说实话，我有点接受不大了，因为他如果说自己打拼买房的话，又需要奋斗几年的时间，而我今天你们俩为什么来呀？我今天来，我是想结束这段感情的。你不想跟他分手是吧？对，我不想和他分手。愿意留在中国吗？可以，如果他想留在中国，他想我应该留在中国就可以。只要他跟你结婚。你愿意为他做所有的事情，不出国工作，留在中国，可以啊，挺好，小伙子，怎么了？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他想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买房子，但是这样的话就又会奋斗。合着你是因为房子啊？其实不是房子的问题。如果是因为房子的话，我说我们两个可以一块儿共同努力去创造咱们两个更好的未来。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年纪大了，我想过安稳的日子。我父母给我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父母真是天天在家给我拍桌子、砸椅子的，我也觉得他们也是挺不容易，因为我父母也是为我考虑，他们想着说，如果说这个男的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保障不起你们两个的人的未来的话，那你跟着他你会受苦。还有我朋友也说，就是万一他拼搏2年，他事业有成了，然后。我们俩再分手了，那我这么多年的时光不也是白耗了吗？也怕这个。哎呀，3位老师，你们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觉得这个巴基斯坦的小伙子整个一个战战兢兢的状态，你跟他讲清楚你内心的需求了吗？说过了。就是觉得他不能给你带来物质保障，所以你不能嫁他。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还有就是未来的那种安全感，我觉得我看不到。你要的安全感是什么呀？他好了，他再换别人，就这个嘛。我就怕。其实你刚才就最后一部分说了很多心里的话，虽然你说是爸妈不同意，其实爸妈为什么不同意啊？是因为你所表现出来的状态，你不坚定。那你为什么不坚定呢？其实是因为你不够喜欢他。我甚至都没有用爱这个词啊。我觉得只是喜欢的层面，所以你会抛出这么多问题啊！你不买房子啊，我等不了，我28了，你3年努力再买房子，我都过30了，难道租房子就不能结婚吗？生孩子就不能在出租的房子里边生吗？只要有爱，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所以你问问自己的内心。其实有爱也需要面对现实的，因为我身边也有好多这种例子，就是，男方当时情况不好的情况下，然后女方跟了他，然后也是租房子过日子，后来男方照样是飞黄腾达了，然后就不要这个女的。那如果我们只看这些不好的例子，谁还结婚啊？所以说，如果每个人都想到的都是风险，我不能承担，那只能说明自己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而且，即便是一个成熟的、现在能给你物质保障和安全感的男人，他就不会变吗？在你们恋爱的这个时期，你就想到了这么多负面的想法。我承认有不理想的婚姻，有不理想的爱人，但是你想到这么多原因，其实就是不够爱他。而小伙子，我觉得你非常的单纯、执着、可爱，但还真的是挺年轻的。你很多时候读不懂他。你也很多时候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们的问题和天下所有同种族、同国度的男女恋爱中遇到的问题一样，一个不懂，一个不爱。所以横亘在你们中间的问题，我觉得是要去解决。你有没有能力读懂他？而你又愿不愿意打开心扉去好好看这个比你小6岁的外国男孩？这个道路很难，但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只有这些建议了，谢谢。好，谢谢，徐总。这场恋爱听起来从一开始，你自己心里其实就没有太多的信心，是走一步算一步，两种都不可取。走一步算一步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是有点不太负责任的。
但是太过于深谋远虑的人，其实又带着一种极大的悲观。你的确没有多爱他，你说爱情要面对现实，身边有些人就因为这个而分手。但是谁的爱情不是面对现实？谁在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内心没有一点点对于人生的赌的存在？那有些人赌成功了，有些人没有赌成功，有些人勇敢面对了，有些人退却了。说到底就是为了这个人，我面对这样的现实，值不值的问题。你就认为不值吗？你并不是因为他而去了山东，你是回家而已。你要是真的有那么爱他，能够为了他而远赴千里之外的话，你就会为他而再回到北京，又或者是为他而再去到国外。这跟他是哪个国家的人不重要。你承不承认你没有那么爱他？当然，你没有那么爱他的同时，也暴露着一种不安全感。我觉得这个男生其实是走一步算一步。你真的打算长期在中国生活，跟他在一起吗？可以。可以吗？是。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不相信你不明白，在朋友圈里面发一张我们俩相爱的照片，是因为照片好不好看的问题，这不重要。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把他的一些肖像放在自己的手机屏保里，放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这跟好不好看是两回事儿。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说他喜欢吃辣，你不喜欢吃辣，你说多点了一个菜会有浪费，我也觉得这跟所谓的这个国家国籍根本不重要。你喜欢的人喜欢，先留给你们吧，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我想来问他，什么都他有问题，他可以告诉我，我哪里可以改变。然后呢，我就想，因为她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我就不想浪费这样的感觉，我就特别想再和她在一起。还有呢，我给她承诺，以后我会很努力啊。毕业了以后，我也给她承诺，我在中国会买给她一个房子。但是我自己想赚钱，我需要一点时间。我没给他说明天我会买给你房子，但是他应该给我一点时间，我就会给他买房子都可以。但是我特别想和他在一起。还有呢，我知道不是都是他的错，我知道我也可能做错了。好，但是行，说的够了啊，说的够了，兄弟，谢谢你啊，请回啊。来，姑娘，请回，谢谢啊，主意自己拿啊，来，嘿，来，请开门。